导演有跟我说，你在家里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吧？导演不站出来说话，有没有？老板今天不见客，不过你如没事，刚才那个剪掉，闪雕闪到腰，整条闪到腰，还是二伯母闪到腰？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星剧剧。这一集呢，我们邀请了6位入围本届红星大奖演技奖项的演员们，欢迎6位。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轩婷，入围作品是《小娘惹之翡翠山》。黄轩婷，《小娘惹之翡翠山》最佳女主角。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炫。那我入围的作品也是《小娘惹之翡翠山》。刘子炫，《小娘惹之翡翠山》最佳女主角。大家好，我是田明耀，入围的作品是《人生酱美味》。田明耀，《人生酱美味》最佳男配角。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斌，这是我入围的作品，叫做《命运使者》。徐斌，《命运使者》最佳男主角。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邦君 Andy， 我入围的作品是《命运使者》。陈邦君，《命运使者》最佳男配角。你好，我是泽亮，这一次入围的作品是《小娘惹之翡翠山》。朱泽亮，《小娘惹之翡翠山》最佳钱立新。这次入围的演员有3位是来自《小娘惹之翡翠山》，然后有2位是《命运使者》，还有《人生酱美味》来作为代表。那徐斌这一次是第2次入围最佳男主角嘛？对，第2次。《命运使者》拍摄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2个月在新加坡，2个月在马来西亚，然后它有很多时候是穿越之后紧接下一场戏，比如说你现在拍到这边 cut， 然后下一场戏要等2个月后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再接，就是每次很多这种场景，就是我们需要想想2个月前拍的那场戏是怎样的哦。我没有想到是这么难，因为是有一种穿越的那个科幻因素，所以那个跳戏是新加坡拍了，然后去到马来西亚那一刻。对，你最好值点钱啊。哇，连接的很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追看。那你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呢？最后的一集的时候吧，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 Sea View Hotel 的时候，走下那个走廊的时候，我基本是把整部戏的所有的画面在脑海里面过一遍，那挺有感触。这么感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你跪下来跟李光耀先生小孩儿童时期的那一幕，一度抱了他，然后眼眶也泛泪说 Thank you, Mr. Lee. No. Just kidding. 这个是我加的对白，即兴。这里面你剧本是本来是他给完我手帕之后，我就跟他说 Thank you， 那我就走了嘛，我就穿回到现代。然后后来我不懂为什么当下就有那个想要抱他那个冲动，然后就蹲下来抱他，然后就突然冒了一句 Thank you, Mr. Lee。然后我自己也起鸡皮疙瘩，然后 Carrie 在旁边直接哭了，但是镜头没有拍到 Carrie 啊，就是浪费了他的眼泪。没有，但是那个情感很真实，对，浪费了他的眼泪。我们在聊最难忘的一刻的时候，你们2个好像在讨论一些没有，因为你问他印象最深刻的那场戏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我本身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跟我二伯，哪一场呢？可能就是把他推下楼的吧。我觉得当下他压力应该很大。而且还闪到腰，闪到腰，整条闪到腰，还是二伯母闪到腰？谁闪到腰？他闪到腰吧，因为他闪到腰。当下还要继续演完，当然了，要不然要再回来一次。因为闪到腰，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更严重的话，不会太严重的那种，微微的拉到了。因为其实那个楼梯是真的就是这么高这么斜，他们只是铺了个那个床榻榻米在上面，然后他们要我整个人这样飞下去。我看那一幕很精彩哇，而且应该推了很多次，也是很多次，就是有几次是可能拉住，然后再多几次是对。我的天啊！我觉得我还好，我就只是跌而已嘛。我觉得他压力就比较大，因为他是那个负责要推我下去的，而且每个人都跟他说你敢推，最多就是明天 MC 而已。而且我有看到你杀青的那一刻，你就整个人崩溃泪崩了。要不要形容一下当下的心情？松了一大口气吧，可能因为这个是第1次演一个反派角色，然后我们拍摄时间也挺久的，就是6个月，所以我觉得我把它背了很久，然后开始觉得已经没有力继续的背着它，所以终于杀青的时候我就很开心。邦君哥终于是以反派角色是吗？算是反派吗？洪警官算反吧，因为他一开始是以正义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他这个转折点让大家更就是吸引人。盗窃死者遗物属于犯罪行为，谢谢你来报案。
们视野那么小，根本没有资格拥有打火机。跟你说一个秘密，然后我们接这部戏的时候，剧本还没写完。对，然后他给我看的是前半段，所以你然后我是以为看到的时候，正派我觉得OK 啊，这个角色 OK 啊，可以。然后我后面怎么了？突然变这个人坏了后面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就黑化了。那怎么去消化呢？这算是即兴吗？也不算即兴，但是就是跟导演谈，就是其实给了几个不同的可能性跟方案这样子，然后他就导演就跟我说他之前的想法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人物，再把它弄出来哦，其实是蛮快乐的。其实我演反派我还蛮喜欢的，是，我是觉得这一次大家也看得很舒服，因为像《命运使者》，我自己看我也觉得很想一集一集看下去，就像《小娘惹之翡翠山》一样。那如果2个要选一个嘞？那你选一个吧。还有人生酱美味，算了，对啊，你们都没有管他，你们都没有理，他没有正眼看过我，算了，我去吃香蕉，那香蕉拿下一个。其实我的那部戏跟徐斌有点一样，就是我们在吃饭的地方，然后我们进厨房，其实厨房是另外一个 location。我们吃吃火锅自己带食材，这么省的人一定很有钱哦。所以很多戏我们要进出都不是现场拍的，现在拍我们要记得是怎么样的，然后不只是表情、情绪，连你的妆法都要一样，所以那个是蛮考大家的记忆力啊，还有功力啊，所以团队也是很辛苦。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关大吉这个形象，其实一开始并不特别讨喜，对，他是比较有缺陷的一个小人物的感觉，有一点点，讲话就比较直接，然后就是带刺。我在演他的时候，其实蛮难的，就是你要在这种环境下，你讲你的人是好，你就是一个烂好人做好事，但是他其实有一面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对。然后他其实他跟他妹妹的一个他妹妹相依为命，对。然后最难的就是我跟我妹妹没有对手戏，是虚构的，所以我全部都是要用想象。然后我就有提到，我觉得要让观众更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写我们自己懂，观众要看到。然后监制觉得，你这个提议不错，他就加了3场戏。那当然，导演跟演员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所以才演成这么多，就是让自己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些片段。如果是讨人嫌的人物，泽亮应该也蛮有发言权的吧？对，我本人吗？不是啊，你说那个角色？对啊，张耀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不讨喜的恶少爷，可爱可恨啊。他可爱在哪里啊？没有，我觉得他讲可爱，我觉得蛮可爱，就是哥哥讲什么，他一定要重复的。对啊，我把你从财务主任调到仓库主任，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哦，对，管财务负担太重了，看货仓简单多了。说到这个，你需要背台词吗？还是当下就跟着就好了？对，我到那边，然后就问何文，等下你讲一遍，我跟一遍啊。OK， 好。其实很多他是跟屁虫，他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主张，人家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咯。哥哥说你去打人，他就去打人啊。而且我觉得泽亮很棒的是，他其实是广播员出身，但是也一直在演戏嘛，现在，然后是以这个角色入围了最佳潜力星，这是一个对演技的肯定哎。当下知道的时候有吓到吗？有吧。因为我去看其他入围的，我说哇，其实现在真的是很有幸。以前我们做广播的话，可能只能听得到的一把声音，看不见的脸。而现在你有机会能够，无论是电视上啦，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啦，多了很多的平台，多了一个机会，我们就把握每次机会。是，泽亮不单单是入围了最佳潜力星，还入围了最佳主持人、广播与博客类，还有一个自己的节目也入围了最佳电台节目，夜夜不打烊。太优秀了吧？是，太强了。还有入围最受欢迎潜力星嘛？小亮哥，谢谢啊。如果真的只能得一座奖的话，你最想要得哪一座呢？潜力星吧。因为我真的觉得潜力星就一次的机会。你有多少年可以当一个新人？因为你当新人的时候，你是有被给予一定的空间去犯错、去学习的。你还有新人的一个光环保护着你。很多在座的演员都是有受到演技上的肯定，但是一直没有专业奖项的一个认可。那这一次大家对这一座奖项的信心又是如何的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是最好的。真的，就每一次听到有人说你这一次一定会赢，我的压力就更高一些。你知道吗？这是真的呀。我觉得一次一次的落空了之后，每一次就抱这个平常心。邦君哥应该也有相同的感觉。谢谢你帮我都讲完了。如果入围真就是所谓的肯定的话，你已经遭受到很多次的肯定了。我觉得这是演技上的挫败，真的吗？同时并行，就是落败之后的那个挫败感是很重的吗？其实我觉得唯一就那当天是压力大的，因为平时就不要去想它嘛。可是当天因为很多人都会看到，然后都会讲，然后当天的那个 focus
focus 就是那个奖项，因为通常我们入围的人都会坐在前面2排，当最后大家所有得奖人上去的时候，就是真的只剩下就是2、3个人在下面，然后我好长，就是这2、3排就只有我一个人，可能跟1、2个同事，然后就看着大家会觉得，这个舞台好像没有我的份，就是你知道吗？然后时间长了，这个东西让我有时候会有一点还没到，时间还没到。谢谢 brother， 谢谢。那我们聊到最佳男配角的话，里头有印象比较深刻，像谢俊峰，他在《人生酱美味》的那个角色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你觉得你跟他之间谁的胜算更大呢？当然是我老公了。哦，带了 +1 来 support 嘞。我有看你的戏，机会蛮高的，就是那种没有啦。其实就像刚才我太太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后还是要看评审今年的口味是怎么样。更感动人心的是谁？这样子是不是？那个角色告诉他什么？他看得到那个角色吗？而不是你要哭你要笑就哇好好啊好厉害啊，不是这样吗？像我之前就访问过塔莎，他就一直觉得说你的角色会得奖的几率就特别高。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呢？因为我觉得塔莎她对我的信心很大，好像我做无论什么事情，他会觉得哇你是最棒的，所以他是我一个很大的支持cheerleader呀。可是其实我们都很希望二伯母会赢，然后那时候我们刚接到消息的时候呢，我们3个人有个 group chat， 因为我觉得小鸟儿之翡翠珊 biggest takeaway was her， 就很开心说我们3个在同样 group chat 的人都一起入围了。然后我跟塔莎私底下讲说，如果二伯母这次可以得奖，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大声的呼喊。哇，他压力会不会现在感觉又变更大了？可是不用紧的。You know， 是到最后 it's like no， 我们觉得你做得很好，然后对你是我们的榜样。收获不了奖项，至少可以收获到观众的心。那像最佳潜力新入围嘉宾当中，就有Gladys Ng、Gladys B、程俊，还有霆锋。大家不要忘了还有霆锋。你觉得胜算最高的人会是谁呢？这很难说因为我是所谓的新人当中资历比较深的一位了。不是按资历来算的吗？这种奖不是这样的啊。但我觉得大家的每个人贡献的点很不一样，也是要看说究竟你今天刚好有没有那个机会拿到一个角色，你可以饰演出可能是观众，可能是评审，可能是你自己想要饰演出的那一面。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嘛。有的时候你拿到一个人家说所谓的可遇不可求的角色，可你自己就刚好演不出来，你觉得最好的那个方法，也是会有点可惜。所以毕竟是新人，我觉得。很难说啦，他们其他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想讲，是不是？对，不想讲，对，要打圆场这样。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准备好自己的感谢词啊，我觉得大家的机会都一样大。那徐彬也是一路看着沈涛从过江新娘到今天的这个表现，张安娜应该有看一点点吧？有看。那时候我是有连续3个晚上把这看完它，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跟我太太一起看，然后我就觉得说，新加坡很久没有这么大制作了，然后真的很用心的拍摄。然后花这么长的周期，这么多人力资源去做一个东西，我们全部的身为一名演员都应该大家去看一下，好好支持一下我们这本地的一个制作嘛。因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就是呈现出来，在这个市场上，不管是这本地还是国外，都可以更好，更多东西给大家看到。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心啦 ，OK。所以那时候我去看了这部戏的时候，我发现到，哇，他原来演坏人也演得很好有一幕就是我那天晚上我记得看到那一集的时候，他走出那个门。然后他做一个表情的，那个要笑要哭，就很愤怒，然后笑那个有点神经质的一个表情。记得把门关上。我拍那个send给他，我说哇，这场戏有震撼到我。我就send给他，半夜1点多2点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要拍下来。对，你看了睡不着吗？对，哇，因为然后我就在我太太面前，我就说哇，这个怎么做啊？然后我在我太太面前说，你看一下我演一遍啊。真的假的？然后说你不行啊，不可以啦。OK， 既然大家都是好戏，我觉得这种情谊真的很感人，因为你们之前也是一直有合作，然后有最佳 CP My Pick Awards 也有一直入围，所以我觉得大家心目中的最佳 CP 印象
都非常深刻。那接下来我们6位演员就要接受一个很有趣的挑战，会是跟 AI 生成的。我们把6位演员曾经的角色经验全部放进去，然后让他计算出最让你踏出舒适圈的一种演绎方式。哇，太好玩了吧？他不会叫我退出吧？因为什么都演完了，他讲你可以退出了，你可以转一个行业。真的，你可以做导演。不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位尝试的人是谁。哇，徐彪，极度油腻的创业老板。OK， 各位，这个是 AI 为这个角色设计出的一个造型感啦。哇哦，徐斌本人没有那么多鱼尾纹。没有嘞，很像他哎。哪里会？这个要戴副眼镜一下，哇，留念。帅。来，我们看一下那一句台词是什么呢？像我这么有魅力的老板，很幸运的你遇上了。极度油腻的方式哦，然后他创业哦。我觉得你要戴我这副很 old school 的眼镜。就是对手戏吗？对神韬，好吧。神韬。哇！我告诉你哦，你要好好干。像我这么有魅力的老板，很幸运的你遇上了。我是我第一个，有点压力耶，很嗨耶！我觉得他很厉害，他马上就演绎出这种很油腻的那种氛围。可以cut掉这一段吗？等下以后都找我演油腻的。演得太好了，是不是？没有啦，演员就是这样子，怎么样都可以。好，接下来下一位尝试的是谁呢？邦君哥来痴情的黑帮老板。哇，这个造型我很喜欢哎！哇，我的天，很帅哎！其实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洪警官的影子。哇，哇，很有痴情的黑帮老大。那台词会是怎么样的呢？这座城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离开。我不离开，我不离开。现在回来要吗？留下来了，我留下来了。我不懂为什么这么激动，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有魅力耶。我看到细节，因为我坐在旁边，是很像要克制自己，有些话不要说出来，抖了一下，我就还有那个抖进我的心哎，很真挚的眼神，哇，好帅哦。好，大家接下来会不会很有压力啊？这游戏好像越来越认真了。认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尝试的人是。等一下，为什么我的为什么呀？但那个老板很帅，然后黑帮老大也当然很酷，然后我这个也很帅。他有调过你的五官耶，对，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个是那个《Lord of the Rings》里面的那个最有气质的那个。这种角色很可爱呢。导演有跟我说，你在家里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吧？导演，我们站出来说话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台词是。人类的情感太复杂了，我只是路过，顺便看看你们为什么会难过。哇，好难，这很难，这很难。不食人间烟火，哇，怎么？有没有问一下前辈们？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间的3情6欲的意思吗？对，用你的方式来，不要有压力。精灵是没有精灵的声音的，这样好了。人类的情感太复杂，我只是路过，顺便看看你们为什么会难过。哇，可以啊，很棒哎！我要回我的星球了，再见。可是你还有责任，分不出来，不稳，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要不要挑战一下？你蛮像精灵的。好，这有点难哎，这真的有点难呀，真的，他这个是最难的。谢谢导演啊。下一位。好 ，Chantel 调戏下属的干练女老板，精英阶层的一个女老板，很干练的。可是为什么穿娘耳装，然后下半身是穿裙，然后配着一个那种 office lady 的这种裤子？Actually，我看了我很 confused， 而且很明显的那位男下属喝醉，对，喝醉，没有可能他被调戏到脸红，你知道吗？好，来看一下那个台词是什么？哇，这个 proposal 我很满意，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你今晚有没有空？这个 proposal 我很满意，可是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今晚有没有空？有，他自己没办法。可能是对手的问题，你对我来讲，可能跟徐斌，我跟你讲，徐斌太了解我了。就是当我遇到很难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会有 mental meltdown。现在是这个情况吗？I think 他很熟悉我的 mental meltdown，我就会在那边 ，Oh my god， 徐斌 no， 好，没有 have a sister out。呀 ，OK，anyway 过了，谢谢 your turn。哦，你不要second take 啊，你不要second take 啊，谢谢。谢谢，他整个脸都红了。好，接下来的是子萱姐姐。
有没有什么阴森的公司秘书？哇哦，哇，这个完全不像哎，这个过分了吧？要了，这个完全不是他好不好？没有，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女杀手哎，很会打哎。我们在那边猜测，他在那边很认真的进入那个角色。我们看一下台词。老板今天不见客，不过如果你坚持，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个永远的预约。I think 你跟邦君演同一部剧，应该是同一部剧来的。痴情的黑帮老大。对，然后他就是他的秘书，所以他的情人都是我干掉的。可能呢。好，老板今天不见客，不过你如没事，刚才那个剪掉，sorry， 因为我刚才出声音哦，打扰，不好意思。老板今天不见客，不过如果你坚持，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个永远的预约。我觉得你很 supportive 哎，真的 best cheerleader。哇，我都差不多要。有压力吗？不会，大家那么认真，我出来一定是轻松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哇，那个哪里像是 Jeremy？ 16岁，那个女的是谁啊？回答一下。女的侧脸有点像Chantel哎。等下放学要不要一起搭巴回家的？我们可以请这个，不要，跟老婆一起演啊。小女生我毕竟已经30了，你永远是初恋，请吧。I'm not ready 啊。等一下放学，要不要一起搭巴回家？为什么要加一个油腻的味？你看一下，哇！我觉得这种真的太难了，这种真的非常难，因为演员其实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准备角色，但这一场就是单纯的好玩啦，即兴表演。我觉得我们的都比较 OK。哇，还有那个 Alien， 我跟你讲。你们是故意耍他的，帅气可爱美女。哇，我看了一场非常有趣精彩的戏。那我们也要祝所有的入围者好运啦，因为在4月19号红星大奖就在5点到10点，请大家多多关注。谢谢6位。